周成月當選州長的那一刻，我正站在側台等待他念出準備了10年的感謝詞。他沒有叫我的名字，而是從西裝內袋拿出一枚黑色隨身碟。他對全美直播宣布，我們的婚姻是一場謊言，競選犯罪全由我策劃。大熒幕先播放我把現金交給馬克，再播放我威脅助理與核准秘密付款。那些動作確實由我完成，簽名和聲音也都是真的，只是前後內容全被剪掉。支持者朝我丟水瓶，現場記者已經稱我為州長身邊的殺人操盤手。周成月露出痛苦表情，說自己直到今晚才知道最愛的人做了什麼。周瑾走上台時，我的手機卻收到一封2週前墜海身亡者寄來的排程訊息。馬克只留下2句話：別逃，回台灣。第一句屍體在高雄。訊息最後還寫着：真正名單仍然安全，千萬不要相信任何雲端備份。手銬扣上以前，我沒有按照丈夫預期哭喊，只平靜祝賀他勝選。我提醒他，你每一場勝利都是我設計的，所以我最清楚該從哪裡拆掉。12年前的周成月，只是連自己家庭背景都說不清楚的落拓候選人。是我替他整理移民故事，借酒承諾和小額捐款形象，讓所有人相信他值得信任。他酒駕時，我說那是疲勞；他霸凌助理時，我說那是選戰壓力。可疑現金第一次出現時，我也替他關掉燈，告訴自己大局比細節重要。半年內，財務主管艾瑞克車禍死亡，分析師露西服藥死亡，馬克則墜海失蹤。每次有人死亡，周成月先抱着我安慰，接着便問死者是否留下資料。艾瑞克留下加密賬冊，記錄多筆來源不明的小額政治獻金。露西把原始錄音藏進競選廣告音軌，馬克則反覆追查一家台灣航運公司。南星航運曾運出76個沒有正常報關內容的貨櫃，之後便停止營業。那些貨櫃中的失蹤者姓名，後來竟變成捐款人、屋主和登記選民。我終於承認，自己打造的不只是完美丈夫，而是一台靠沉默運轉的政治機器。我依照馬克留下的路線離開加州，新聞立刻把我定義成棄保潛逃的殺人犯。回到高雄後，我在市場找到父親沈明德，他仍繫着圍裙替客人盛粥。我把南星航運貨櫃編號放到桌上，他手裡的湯勺立刻掉進鍋裡。編號旁寫着他的英文姓名，他卻堅稱自己從沒替周家工作。我追問母親死亡是否與南星航運有關，他突然抬手打了我。市場關門後，他才承認母親曾是公司會計，專門核對貨櫃與海外賬目。他發現活人被申報成水產，死人姓名則被拿去匯款、買房和註冊公司。母親準備報警後遭人注射不明藥物，肝臟在幾天內迅速衰竭。父親一直告訴我他是病死，真正原因卻是他不肯替周家繼續做賬。我問第一具屍體在哪裡，他低着頭說：橋頭舊糖廠7號倉庫下面。我失去美國的合法防禦位置，也失去了對父親最後一點單純信任。獨立記者蘇曼青帶我進入7號倉庫，用地下探測設備掃描新鋪的水泥地。掃描結果顯示，下方至少有9個人體輪廓，排列方式像被集中掩埋。蘇曼青問失蹤母親是否也在下面，父親竟脫口說他不在那份名單裡。他說完便沉默，等於承認自己看過真正的死亡名冊。
幾名穿深色外套的人隨後出現，拿着偽造的美國執法證件要求帶走我。蘇曼青沒有關掉直播，持續拍下證件編號與他們強行扣人的動作。倉庫後方突然爆炸，火勢沿着牆壁竄起，唯一出口也被人從外面鎖死。燃燒橫木壓住父親的腿，他要我別管自己，先去港口找藍色貨櫃。鐵門外忽然傳來引擎聲，一輛堆高機直接撞破門板。駕駛座上的男人滿臉鬍渣，手臂留着墜海後的傷，確實是馬克。他把我們拉出火場，周家的保全則在全球直播裡四散逃離。蘇曼青把收音設備遞到他面前，要求他親口說明自己是誰。馬克看着直播說：“我不是被沈之夏殺死的人，我是活着的證人。”離開火場後，馬克先關掉所有連線，只用離線設備檢查我們帶出的資料。他承認墜海是假死，目的是避開競選團隊內部長期存在的泄密者。每次他把線索交給我，周家的人都能在幾小時內找到同一個地方。我轉向父親，問他究竟替周家回報了多少年。他承認20年來每月收取固定款項，監視我是否調查母親死亡。他每次都說是為了保護我，實際上卻把我重新送回最危險的人身邊。我要求他不要再談保護，只說出自己親手做過的事。父親終於坦白，20年前是他鎖上7號倉庫，並在門外守了整整3天。他說第3天裡面只剩很輕的敲門聲，而自己人沒有把門打開。他從舊鑰匙串拆下一把港區鑰匙，說另一件核心證物藏在藍色貨櫃裡。我收下鑰匙，沒有原諒他，只要求他日後當着家屬說出受害者姓名。馬克打開一台完全離線的電腦，螢幕上出現一份名為重生名冊的加密索引。9名已死已公的姓名，分別連向政治獻金、房產、投票與空殼公司。有些人活着的人被迫使用死者身份，無法報警，也不能離開控制他們的雇主。艾瑞克的賬冊只能看見資金，露西的音軌只能看見滅口，名冊才把全部系統連起來。每一個死亡姓名都像被重新啟用，繼續替陌生人繳稅、捐款和投票。完整資料需要2把實體金鑰，任何單一操作者都無法單獨刪除或解鎖。管理者金鑰一直由周成月保管，另一把則藏在父親提到的藍色貨櫃。貨櫃3天後就會運往洛杉磯，一旦2把金鑰都被丈夫取得，痕跡便可能消失。馬克說只複製資料沒有用，周成月仍能宣稱名冊由別人管理。只有讓他本人插入金鑰，系統才會留下無法否認的管理者操作記錄。我開始明白，終點不是偷走丈夫的鑰匙，而是讓他相信自己即將贏得全部。死者的姓名已工作20年，我們只剩3天阻止他們再次被埋葬。周成月重新舉行記者會，這次不再指控我，而是紅着眼睛談婚姻和創傷。他展示婚照、母親病歷和我曾經哭泣的私人錄音，說我需要治療。錄音被剪掉前後內容，只留下我說自己分不清誰能相信的那一段。他對媒體說：“回來，我們一起接受治療，我不會放棄我的妻子。”全美再次同情他，認為馬克現身只是讓精神失控的妻子更加偏執。馬克擔心所有證人又會被封鎖，我卻一聽便知道丈夫在害怕。這種先表現心疼，再讓外界自行判斷對方瘋狂的說法，是我親手教他的。
我聽完全部發言，只淡淡說了一句：這段稿寫得不好。如果藍色貨櫃已在他手裡，他不需要談愛，只需要讓我永遠閉嘴。他越高調呼喚妻子回家，越證明第二把金鑰仍然安全。我讓他繼續扮演深情丈夫，自己則準備進入他最怕我找到的貨櫃。我、馬克和蘇曼青利用父親的港區鑰匙，混進即將裝船的藍色貨櫃。貨櫃內不是一般貨物，而是一排排護照、死亡證明、指紋卡和社會安全號碼。有人死亡20年，姓名卻仍在美國買房、繳稅、捐款與登記投票。另一批活人則被套上死者身份，只要反抗，就會連法律上的存在也一起消失。最下層抽屜藏着母親的錄音，她說不要只替自己報仇，要把名字還給那些人。錄音後半段竟出現17歲的周成月，正在和父親討論死者身份的用途。年少的他說，死人不會回來查賬，名字還能用來捐款和選舉。他最後笑着說，有一天我會選舉，這些名字都會有用。我在檔案櫃後方找到第二把實體金鑰，將晶片藏進自己的項鏈。我們只帶走一半文件，故意讓剩下的貨櫃按照原定路線運往洛杉磯。我需要丈夫相信自己仍有機會追回全部證據，才會親手碰那把管理者金鑰。蘇曼青先建立76名貨櫃移工的姓名頁面，不公開尚未確認的完整名冊。家屬提供出生地、舊照片和最後一次聯絡內容，讓每個名字重新成為具體的人。有人記得父親愛騎紅色腳踏車，有人記得女兒離家前還在學做魚丸。馬克把艾瑞克賬冊與死者社會安全號碼交叉核對，找到12筆競選捐款。那些捐款人早已死亡，賬戶卻在周成月參選期間持續匯入資金。部分人活着的移工透過律師證明，自己被迫使用另一名死者的姓名工作。他們若拒絕，就會失去薪資、住所和唯一能通過檢查的身份文件。美國選務與政治獻金單位凍結12個幽靈賬戶，要求重新審查競選資金。周成月的就職仍未取消，州議會只要求他在宣誓前說明資金來源。他公開指控貨櫃資料來自逃犯與外國記者，不具任何可信度。可76個名字已經回到家屬口中，不再只是地下遺骸和編號。我奪走丈夫第一批政治資金，也讓他知道死人不會永遠保持沉默。他因此下令追查全部家屬與媒體來源，準備把案件改寫成外國勢力介選。周成月站在週期前宣布，幽靈名單是一場由外國勢力策劃的選舉攻擊。他說，馬克既然能偽造死亡，我們也能偽造任何護照、遺骸與捐款資料。部分媒體開始把76名家屬描述成被政治團隊操控的外國證人。家屬的住址與照片遭到公開，有人因此要求撤下親人的姓名。法院命令我交出所有實體金鑰與貨櫃資料來源，否則將加重逃亡指控。我在美國的賬戶、房產和法律基金同時被全面凍結。台美合作調查也因證據主權與政治壓力暫時停止。周成月重新取得時間，只要拖到宣誓完成，就能用州長權力改組調查單位。我沒有把第二把金鑰交出去，而是將已確認姓名分散交給家屬與律師。即使我失去全部個人資產，那些名字也不能再次只剩一個可被扣押的檔案。丈夫把人口販運變成選舉主權戰，
而我再次成了所有混亂的來源。台灣檢調正式開挖7號倉庫，多具外籍人士遺骸被陸續移出。實體遺骸證明南星航運確實葬過死者，卻仍無法直接連到今日的州長候選人。周成月的律師承認舊公司可能犯罪，卻把責任全部推給上一代與港區人員。父親因收錢、鎖門和長期監視成為共犯，他的每句證詞都被質疑。馬克假死也被說成非法操縱證據和公眾，不能單獨證明丈夫犯罪。蘇曼青則因母親失蹤，被形容成帶着私人報復動機的記者。法庭文件在3人姓名旁標上利益衝突與可信度爭議。法院允許繼續調查遺骸，卻拒絕因此凍結就職或認定現任管理者。20年前的死亡被承認，今天仍在運作的名冊卻被切成另一件事。我終於確認，沒有任何一名證人能替我們完成最後連結。只有周成月親自操作管理者金鑰，才能證明舊航運與現代政治系統由同一個人控制。他只差一場宣誓便能取得更大權力，我卻只剩一條必須讓他自己走完的路。法院將貨櫃實體檔案送進封存證物庫，禁止我再公開任何未驗證姓名。父親因人口販運與非法拘禁被正式羈押，無法再替我們指出其他位置。馬克也因假死行動被限制接受媒體訪問，所有公開發言都要事先審查。我的主要律師在政治壓力下退出，賬戶和法律基金仍然凍結。台美合作調查沒有恢復，76名家屬也開始害怕繼續曝光。州議會宣布就職典禮按照原定日期舉行，宣誓倒數重新出現在新聞上。周成月只要完成宣誓，就能重新安排州警高層與公共安全調查。我失去證據控制、資金、律師和可以公開露面的盟友。唯一仍在我手裡的是藏在項鏈中的第2把實體金鑰。他不能單獨解鎖任何資料，也無法阻止丈夫完成宣誓。我若繼續逃亡，只會看着他用州長權力把所有名字重新封存。我只能回到最了解，也最想控制我的男人身邊。我撥通周成月的私人電話，聽見他用熟悉的聲音問我是否終於想通。我對他說，我願意回家，也願意在就職典禮上公開原諒你。我用無法追蹤的電話告訴周成月，自己已找到藍色貨櫃和第2把金鑰。我提出交換，要求撤銷主要指控，並讓父親只接受台灣司法處理。他要我先交出金鑰，我卻堅持只能在就職典禮親手交給他。我提醒他，馬克復活已讓殺人指控出現裂縫，單靠逮捕妻子不再足夠。他需要全世界看見自己原諒一名生病、悔悟並主動回家的妻子。周成月沉默片刻，顯然正在計算這幅畫面能替自己挽回多少支持。他承諾我不會坐牢，只需要承認壓力讓自己產生妄想。我假裝感激，還主動建議把家庭和解安排在宣誓中段。那正是我半年前替他設計的就職流程，法律效力要到最後誓詞完成才成立。周成月同意讓我登台，並在流程中增加家庭、疾病與寬恕段落。他以為自己重新取得妻子與金鑰，我則重新取得了他的舞台和麥克風。馬克知道我要回到就職典禮後，先問我是否又想用漂亮說法洗清自己。蘇曼青也拒絕讓受害者只成為一場夫妻報復中的背景。他
他要求所有死者姓名必須先於我和周成月的對決出現在直播中。我承認自己曾替丈夫壓下酒駕、霸凌、異常現金和員工求救。那些事不是他一個人完成，是我一次次告訴自己不能讓大局被細節毀掉。我對他們說，我可能也是共犯，不能把所有罪都推給丈夫。我簽署合作文件，承諾事件結束後接受非法轉移資金與妨礙調查的責任。這代表即使成功，我也不會以完美受害者身份走下舞台。蘇曼青同意負責姓名與家屬資料，馬克則管理離線終端和多方同步。受害者家屬也同意直播，但要求每一個人都先以姓名而不是數字出現。我放棄完全清白，終於換到不再建立在操控上的真實信任。一名聯邦調查員把我帶到秘密醫療點，病房裡坐着被宣布死亡的露西。他比記憶中消瘦，手臂仍留着被強迫注射和固定的傷痕。露西說，有人冒用我的名義把他約到飯店，聲稱要交付競選資料。他進房後被迫吞藥，卻在失去意識前啟動設備與原始音軌自動備份。一名清潔人員發現他仍有呼吸，聯邦調查隨後替他建立假死亡記錄。完整錄音中，周成月的安全主管詢問是否可以讓他活着。另一個聲音回答：死人比較容易管理，也不會突然改口。錄音還提到州長的指示與勝選前必須清楚地分析資料。我想替他說明一切，他卻要求中局時由自己只陳述可驗證的事實。他同意在就職典禮現身，也明白公開後將永遠失去原本的生活。馬克和露西都活着，丈夫用來定罪我的3起死亡已有2起開始崩塌，但我仍把他留在最後，因為周成月必須先親手解鎖名冊。馬克找到我半年前設計的競選備援伺服器，裡面仍保存黑色隨身碟的原始檔。完整影片顯示，我交給馬克的現金是3名證人的逃亡與安全屋費用。周成月只保留我遞出行李箱的部分，刪掉馬克簽收離線設備的後半段。威脅助理的錄音也被截斷。我真正說的是，沒有人能保護他，除了他自己留下的證據。3筆秘密付款則分別對應安全屋、醫療處置與無法聯網的資料設備。至少1名收款人仍然活着，能證明那些錢不是滅口費。原始檔帶有早於勝選夜的不可修改時間與多方簽章。我終於可以推翻丈夫的剪輯，卻仍不能否認自己非法轉移過競選資金。我沒有提前公開，而是把全部上下文遷入就職直播的備援系統。周成月相信原始資料早已刪除，仍準備用黑色隨身碟證明自己是受害丈夫。他在勝選夜用真實片段定罪我，我便在就職日把被刪掉的真實全部還回去。州議會外的就職典禮開始時，周成月穿着深藍西裝站到宣誓台前。他念完前半段誓詞後，流程依照我半年前的設計暫時停下。主持人宣布接下來是關於家庭、疾病與寬恕的時刻。我從側門走上台，周成月眼中閃過一瞬殺意，隨即向我張開雙臂。他在全美直播前擁抱我，貼近耳邊問的第一句卻是金要在哪裡。對外，他說妻子願意回家，是自己一生收到最珍貴的禮物。我開始致辭，先說自己最近見過一個法律上已經死亡的人。馬克隨即出現在大熒幕，展示人有效的指紋、醫療與聯邦身份記錄。周成月說影像可能偽造，
要求安全人員立刻切斷連線。我沒有爭論，只從項鏈中取出第二把實體晶片，放到他面前。我要求他當場查證重申名冊，讓全美看清誰才是真正的管理者。周成月先說馬克的身份可能偽造，我便讓76名移工姓名出現在大螢幕。每個名字旁都有家屬照片、出生地、遺骸鑑定與被盜用的美國身份。母親的錄音隨後播放，她要求我不要只報仇，而要把名字還給那些人。周成月仍說資料無法證明由自己管理，反而要求我交出晶片接受查證。為了證明妻子只是被錯誤資料誤導，他同意親手插入管理者金鑰。他的金鑰與我的晶片接入聯邦隔離終端，系統顯示雙重授權完成。重申名冊完整解鎖，死者姓名、替代身份、政治現金、投票與控制人全部展開。最上方管理者欄清楚顯示周成月的英文姓名，操作時間正是就職典禮現場。他立刻拔掉電源，資料卻已同步送往媒體、選務機構、聯邦與台灣檢調。周成月改口指控名冊是外國勢力偽造，黑色隨身碟的完整上下文隨即播放。現金被證明是證人逃亡費，威脅錄音補回下一句，秘密付款也對應安全屋和醫療。他再次把艾瑞克、露西與馬克的死亡推給我，露西卻從州議會大樓內走上台。他展示被強迫服藥的傷痕，並播放安全主管所說的死人比較容易管理。周成月要求州警護送離場，警官卻回答：“你還沒有完成州長宣誓。”聯邦人員將他壓倒時，我承認自己也不乾淨，並會為曾替他掩蓋的一切負責。1年後，陪審團裁定周成月人口販運、洗錢、選舉詐欺與妨礙司法等罪成立。他沒有完成州長宣誓，也失去婚姻、政治機器、資產與自由。7號倉庫最終挖出11具遺骸，比父親記憶中的名單多了2人。父親主動到案，在11個名字前逐一念出，承認那扇門是自己鎖的。他賣掉市場週攤，把所得交給家屬，卻沒有用賠償要求任何人原諒。我也在法庭承認，曾替酒駕、霸凌、異常現金與員工沉默提供方便。我接受罰款、社區服務與3年不得參與政治競選工作的處分。有人邀請我參選下一任州長，我拒絕再把受害者故事變成自己的英雄履歷。我成立跨國身份修復計劃，協助217名被冒名、販運或注銷的人恢復資料。每個人都能選擇恢復原名，保留現在的名字，或同時保留2段身份。追思會上，一名白髮女子把紅色兒童腳踏車放到父親遺照前，說：“爸爸可以回家了。”人群離開後，我推開父親曾鎖死的倉庫門，走向沒有掌聲的港口道路。